这里是马来西亚的后花园，周末大家排队去活爱，还不在关卡前面排长龙了，好吃好喝好玩似活爱。Yo, yo, come on, check it out. Oh yeah. 当我离开了帕塔伦，我驾上摩托去活爱呀。活爱城里有什么呀？有什么我也不知道。OK， 停，打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接近和爱就越有一种很 happy 的气氛。从槟城骑了4-5个小时过来跟我泰国来会合的宰彪，我操！来自槟城的万种万老板是吧？宰彪，他只会说一句话，宰彪，这个人语言有障碍的，卡崩卡，脑子有问题的。耍你的卡。我们在宋卡会合，胜利会师，后面几天可以跟他一起骑。哎呀，这么好的风景，有边上这个憋屈就好了。我操，太可惜了，赶紧离开，进他。也不贵啊，其实也啊，两个人差不多人民币也不到100吧。哇，这个环境牛逼！在从宋卡湖的高速公路下来，在进入和爱市和宋卡老城之前呢，我们先要驾车通过一个叫做口腰的岛屿。那么口腰的翻成中文呢就叫瑶岛。在瑶岛上的话呢，我和我槟城的邻居万种万老板呢，在这个岛上碰头会师了。和我一样啊，来自苏州的万老板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摩旅的人，但是因为平时的生意比较忙，所以这次呢他就不能全程陪我。那么当他知道我已经快到达和爱之时候呢，他就驾车来和爱和我碰头了。所以后面几天的行程到一直我回马来西亚之前呢，都有他相伴。在口腰瑶岛山顶的那个美丽的海景餐厅用完午餐之后呢，我们就直接驱车来到了宋卡老城。宋卡老城呢，也是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华人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呢，当年和槟城一样，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码头和海港。受码头航运业的影响呢，宋卡老城在当年呢也是非常的富庶的。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宋卡老城找到远洋渔业和远洋运输业留下的那些痕迹。这应该是一个老的渔港啊。好多鱼啊！整个宋卡老城的地理环境呢，和槟城冰岛比较像。虽然它只是一个半岛的形状，而不是像槟城一样一个完整的岛屿，但是它和槟城一样，都是一个依山傍海的状态。受华人商业文化和远洋运输渔业文化的影响，整个宋卡老城呢就处于一种比较富庶的状态。那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呢，整体的感觉呢都是比较富足、比较安逸的。那么这种氛围呢，在宋卡老城的街头呢也可见一斑。由于当时呢正是烈日当空的下午2点钟，我们呢也没有勇气下车徒步，所以说呢我们就驾着摩托打开行车记录仪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宋卡老城的街景。骑车逛完宋卡老城之后呢，我们就要直接进入和爱市区了。那么当我们的摩托接近和爱市区呢，就整体感觉这座城市的这种氛围啊，包括这个商业体量啊，的确和我们前面路过的几个泰南城市不大一样，整体感觉呢更加繁华、更加现代化，也更加的热闹。我们在和爱呢就入住的是这一家 B2 精品假日酒店。A few moments later. 和爱的街头啊，看上去跟老香港有的一拼啊！
在河岸的街头漫步，你不由得会想起其他的一些亚洲的城市的名字，比如槟城、吉隆坡、曼谷、香港，甚至是上海。整体而言呢，这座城市既有东南亚的热带风情，又有华人文化影响的痕迹，整体感觉呢非常繁华，非常的热闹。哦，这 CB 1300，10万就10万块钱了。对啊，你去看看，11万的国内卖多少钱？这是 CB 1300，11万，国内不够的，国内肯定不够的。巡航它不讲究。CD 650价格30万泰铢，还有个谈啊，1万块港币，价格是国内便宜很多。这个是真正的新产品，飞双750。作为两个机车迷呢，我们在本田重机专卖店里呢，一待就是将近1小时。等我们出来走到大街上时呢，天色也慢慢晚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条街呢，是让无数马来西亚朋友们魂牵梦萦的一条街道。那么，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男同胞们。那么，至于为什么这条街吸引我们马来西亚的男同胞们前往呢？你只要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再到这条街上呢，你自然会明白我在讲什么。大家懂的自然懂，我在这里呢就不展开讨论了哈。可爱的 Century Festival 大商场，可以啊，气势可以啊。在泰国每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呢，都有一个 Central 旗下的大商场。那么和爱的这个呢，叫做 Central Festival。大螃蟹打的满蟹肉吧，就是一个蟹壳嘛，它里边加上的猪肉什么的，不是猪肉，是牛肉吧？清真不可能是猪肉，这不清真，这不清真，不可以，这不清真。喜欢逛街、喜欢 shopping 的朋友呢，在和爱呢也绝对不会没事可做。在 Central Festival 大商场的旁边呢，就是2个当地著名的夜市，其中一个呢就叫绿道夜市场，就是现在我们拍摄的这一个。那么在这个绿道夜市场里边呢，它提供一些世界各地的食物，同时它也不是清真食物。如果说穆斯林的朋友呢，在这个夜市呢可能不方便消费。在绿道夜市场呢，也有一位著名的人妖摊主，就是这位大姐啊。她这种装扮如果习惯了，其实也挺可爱的。那么在绿道夜市场不到100多米的地方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ASEAN Night Bazaar。那么这个夜市呢，就是一个穆斯林的清真的夜市，里边的摊主也好，消费人群也好，基本上以穆斯林为主。当然了，作为非穆斯林的话呢，来这里消费一些清真美食呢，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市场呢，比较大，1楼呢主要是卖一些服饰啊和日用品，在2楼呢就基本上是有一些熟食和小吃的。虽然这个 ASEAN Night Bazaar 里边的食物呢都是按照清真标准制作的，但是食物的种类呢却完全不比隔壁的绿道夜市场少。那么我们2位呢就在这里呢吃一碗清真的牛肉面，作为今天晚上的夜宵喽。吃完呢我们就要回旅馆去睡觉喽。The next day. 不得不说呢，在泰国南部，当地的清真食物呢还是非常美味可口的。所以今天一早呢，我们要再去吃一家当地著名的泰国清真船面。对啊，都是他们其实是那种伊斯兰教的那种清真的那种牛肉面，就所谓的泰国船面。我靠，一桌一个小亭子，我觉得这个管的比较有意思。哪怕我们就吃了2碗60泰铢的面，都给人单独一个小亭子。
这个环境也挺有趣的。但周边好像都是回教的人，就我们两个好像是不清真的。吃完这一顿经济又美味的早餐之后呢，我们就要出发去和爱市府公园。那么听起来和爱市府公园呢只是一个公园罢了，但是其实它的范围呢非常的大。它除了山脚下的那个公园之外呢，还包括后面的一座非常高的山峰。那么在山峰顶上呢，就有著名的和爱的四面佛庙。同时呢，这条山路呢也可以让你骑摩托和驾车直到山顶。当然，如果说你没有驾车的话呢，也可以坐缆车直到山顶。登上和爱市府公园的山顶呢，除了可以朝拜这尊著名的大佛之外呢，还可以在山顶的观景平台呢俯瞰整个和爱市的全景。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整个繁华的和爱城就尽收于你的眼底。在和爱市府公园的山上，除了山顶的四面佛寺之外呢，在半山腰还有一间关帝庙和观音庙。这两间庙宇呢，其实是和二唯一的。走他们去。参拜完观音大士和关老爷之后呢，我们就直接驾着摩托下山。那么同样在这片区域，还有另外两个值得去拜访的景点。其中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著名的和爱白冈庙。和爱的白冈庙，值得一来的地方。和爱这座白冈庙呢，是世界上第一座全用白钢建造的庙宇。据说建造时间呢，只用了短短的160天。这每一个孔都是通到对面，直通的，应该是有10个孔。在拍摄的时候呢，我口误了。其实这外围呢有整整24个孔，关键的每一个孔里边的设计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从每一个孔望进去呢，都可以看见一尊佛像。同样的，你从每个孔往对面那个孔呢，都是可以看到对面孔里的光亮。这一切的设计呢，就好像是佛祖在指引你说，只要你呢心诚心静，那么你都可以看到彼岸，然后都可以看到光明。参观完1层后呢，你可以通过小小的楼梯来到塔的2层。当你登上塔的2层的空间呢，你更会惊叹这座塔的巧夺天工和精致了。在第2层的空间里呢，除了精美绝伦的塔面结构之外呢，在地面上呢还有许多的小小的装置，这些装置呢也非常的设计巧妙，让人不禁怀疑它一定是有某种意义或者某种功能所在吧。
哇，这个肯定有什么含义啊！一共是10个碗，中间还有一个指针可以转动。哦，这里边肯定是跟几何、天象啊、数学啊什么有点关联的。这个庙，这个佛塔，这个有白钢做成的佛塔，完全是钢结构的，太神奇了！哦，牛逼牛逼 ，magnificent, gorgeous。就当我对这些装置的功能冥思苦想之际呢，万种也上来了。他就简单的3言2语就将这些装置的功能呢解释得清清楚楚。那么至于他是怎么解释的呢？我把这个作为彩蛋放在视频的末尾哈。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发现，白钢庙呢并不是这座山的最高点，在不远处的山峰之巅呢，还有一座非常雄伟的电视塔，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下一个地点。这就是和爱的电视塔。那么在每个城市呢，都会有这么一座电视塔，但和爱的这座电视塔的底部呢，有2尊非常庄严、非常精美的太史佛像。当高科技的电视塔和前方传统的佛像结合在一起呢，整个画面呢显得非常的赛博朋克。在电视塔大门前的公路上呢，也是俯瞰整个和爱市的绝佳的观景点。啊，一下骑到了和爱城上的最高点了！哇哦，绝景绝景！那边是宋卡的海边。上面是和爱城，这后面呢是电视塔。逼呀！在整个市区最高的和爱电视塔前欣赏完整个和爱城的全景之后呢，我们就准备回宾馆了。当时呢还是艳阳高照，可在回去的路上呢，前方的乌云呢就慢慢堆积起来了。乌云密布啊！哎呀，眼看着离旅馆还有2-3分钟路程了啊，结果下大雨了。雨披又望戴，路边躲雨。泰国这里就是雨，说下就下。2个落魄的马来中国人，两个。你是不是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啊？躲到泰国来了，跑路了？就我一个人落魄的，你不算啊，这样的。你落魄的人嘛，你不算人啊，这样的，可以。这小伙子现在在马来西亚混了一段时间，现在很会说话了吧？哎呀，真是，其实他本事没长进，这嘴油了不少嘛。可以。天黑之后呢，雨也停了。我们呢找了一家在宋卡老城海边的牛排馆用晚餐。这家牛排馆呢非常有特色，它是用竹筏建在海边的水面上。同样的，它的食物也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也是比较推荐大家来试一下的。吃完了一大堆的牛排、羊排、鸡排之后呢，可把我们的肚子可撑坏了。此时呢，也已经没有太阳，所以我们准备再去宋卡老城呢上一个步。我这宋卡老城一到晚上8点钟，怎么连个人都没有路上？太神奇了！你看，就这里有个面目可疑的中国人在干嘛？你干嘛的你啊？
我操，好脏，不拍进去了，脏了镜头。哎，你看狗叫了，你看狗叫了，人没叫，狗先叫。那这个肯定有什么含义的哦。啊，你买单。宰标。